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终于见到上涨行情，美国通胀意外放缓，叠加大银行股收益超预期，周商市场情绪高涨，收出高开高走的阳线。这次的行情低点难道真的见底了吗？特斯拉如期启动，下一次加仓机会在哪？台积电财报将要发布，多头可不可以赌一赌呢？阿哲会在今天的视频当中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现在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31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的行情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美股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大环境，我们会通过趋势结构以及空间点位测算来进行一个研判。第二部分开始会讲解跟个股相关的内容，我们会依旧以特斯拉和英伟达为主去讲解3个部分，空间、资金、动能这3个维度的技术面报告。第3部分可能会更加快一点，我们会用技术指标来快速分析以下个股：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博通等个股的技术面快报。希望以上内容对你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因为本期视频内容比较多，所以阿哲呢将以上的内容都标记了具体时间，在下方的时间轴当中，大家可以点击这一个按钮，可以打开本期视频的时间轴。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宝贵，或者说比较匆忙，想要快速的得知某一部分的消息，您可以通过下方的时间轴快速找到您想要收听的那只个股或者说标的的一个解析。那么在进入到第一部分之前，我们来讲一下一个知识点，叫做新值3，这也是上期视频当中阿哲首先讲到的一个知识点。但是阿哲发现呢，有很多同学可能还是没有学会，而这个方法阿哲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去掌握，因为这个方法阿哲觉得它很有效果，特别是在牛市的回调当中，可以让你很多次的去发现到低点的存在，像前期的这一个低点以及这个低点，包括这一次的低点，你会发现都可以通过新值3来去发现这种低点的产生，多方容易去反击打倒空方的位置。那这个新值3究竟怎么去计算出来？很简单，我们只要找到某一个反弹的高点，或者说股价上涨的高点，它则为0号 K 线。0号 K 线的低点，只要后续被下跌的 K 线，并且最低价被打穿，它就可以是1号 K 线。而1号 K 线它的最低价则继续画线，后续股价只要有下跌 K 线把1号 K 线的最低价也打穿，那么它就是2号 K 线。而2号 K 线的低点同样的被另外的一根 K 线所下跌并且击穿，那么就是3号 K 线。而这就是一个新值3的产生，包括前期这个位置的高点下跌，它也是第3次的创新低下跌 K 线。那包括这根 K 线也是如此的，它也是第3次的下跌创新低 K 线。而股价在见到一个高点后的下跌，在新值3的位置，只要多方是强势的，只要目前行情还是上升趋势，就很容易在此处再次见到多头的反攻和空头的衰竭。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是，这3个低点都是在新值3后出现的反弹。而在昨天出现高开高走的阳线，它其实就是新值3当中的一个买点，因为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要高了。当有新值3后再出现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么这则为一次我们说的买入信号。那现在呢也是如此，它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右侧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知识点我们做了一个回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趋势结构的分析。看到这一张图表，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股价呢在上涨当中，我们画了一些辅助线趋势线来去研判。目前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前期我们画了一个下降的轨迹，它是一个下降的楔形，这里2个高点所做的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包括这2个低点所做的下降的趋势线。而股价呢在反弹到这个趋势线之后遇到压力而后回落，下跌时跌到这一个下降趋势线下轨附近，阿哲当时是不是讲到这里拥有反弹产生？那么在一根低开高走测试支撑有效之后，股价产生了如期的反弹。而这一次反弹它不是简单的反弹，因为这个反弹它是再次的去验证了前方的高点并没有被有效跌破。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有讲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研判方式，怎么判断这个高点会不会被跌破。
正常来讲，如果股价下跌之后连收盘都不跌破，那肯定呢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而如果股价开始收盘跌破了，一般我们看一下收盘跌破的第二天，如果就出现止跌，或者说出现之后立马反弹，一般意味左边的高点支撑是有效的。那么像这一次下跌，是不是跌破的第一天？这是第一天收盘跌破前高，而后这是第二天跌破，第二天立马止跌，有低开高走阳线产生，而后价格反弹，又快速的收涨，收盘涨到这个高点之上，所以这个高点的支撑目前依旧是有效的。那么现在阿哲对于这一个低点的判断，阿哲认为这个低点和前面的这个低点以及这个低点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两个低点它为反弹的低点，而这个低点阿哲认为它更容易构成中期底部的一个行情。那为什么这个低点它容易构成中期底部，以及阿哲为什么认为后续不会那么容易再把它收盘跌破，关于这一部分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技巧怎么去研判的，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呢去看一下阿哲昨天的内部直播的一个回放课程。具体的观看方式，你可以呢跟助教老师去询问、去咨询。昨天的一个课程当中，阿哲是很明确的讲到这个低点如何去研判，它是一个中期底部的产生。通过这根阳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前方这个低点为中期的低点，它至少呢在本月，甚至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不会去跌破这个低点。我们看到昨天的这根阳线，它很强势，它不止站上了前方的高点，同样它也是对于昨天阴线的一个反包，这是一个很强势的表现。当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时，一般意味着前方的空方的打压到此将告一段落，后续的行情将会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多方占优的。而昨天的这个强势上涨，我们要去考虑两个方面。如果在这里开始多方真的是持续高涨，多方真的在这里开始反攻，那么后续周四周五应该也是持续的上涨，去上攻上方的这一条压力线。而假如目前的多空还没有完全分出胜负，那么现在开始周四周五应该对于本次的上缺口应该会有一个回补动作。而一旦周四周五开始出现了这种回补动作，则说明多空双方的力量还不够于悬殊，多头虽然占优，但是空方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被征服，那么后续这里将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而很难呢有快速的上攻。所以在周四周五的表现是比较关键的。那么以上就是阿哲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的趋势结构分析。听到这里，如果是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日常收听阿哲视频的一个点赞动作，您可以给阿哲视频点一个赞，支持阿哲的一个视频创作吗？如果点赞之后您方便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宝贵的评论或者说建议，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希望能够收到您的评论。那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也希望呢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点击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一个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就可以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再点击下方的全部铃铛通知，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不管是公开视频还是公开直播，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你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所有更新内容。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空间技术分析。这个空间点位测算是阿哲呢在美股开盘前都会进行的一个步骤，也是阿哲分析市场、观察市场的一种方式。看到这个图板，在左侧是 Telegram 当中的一条行情广播，是阿哲呢在美股开盘前都会去进行编辑和测算的。如果您是阿哲新订阅频道的一个同学，那么您应该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都能收到这条信息，因为它是阿哲订阅观众限时福利短信。在这条信息当中，阿哲会讲到两部分内容，第一个是对于行情一个盘前的观点，比如昨天有讲到目前美股没有反包阳，所以低点呢不明确，大众呢都将目光集中在 CPI 数据上，以及呢一些美股银行的一个财报。而除了部分提前于市场出现买点的个股，比如说特斯拉、MSTR 等等个股，我们上期视频都有讲到过，大部分的多头仓位还是要等待确认的。不过呢，阿哲是提前有告诉大家，认为 CPI 数据应该是大概率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对于盘前阿哲的一些行情观点。而后呢，看到这里下方两个就是空间点位的一个计算了。阿哲会将纳指的日线日内的高点和低点、压力和支撑进行公布，而偶尔也会说一下个股的一个支撑压力，有时候呢会是特斯拉，有时候可能会是其他个股。
在最近的时间段内基本都是特斯拉为主。这一个点位测算不是说阿哲告诉你今天一定高点和低点是谁，而是说如果股价是正常波动，多空双方没有异常没有异动的话，那么高点和低点它的收盘理应出现的一个区间范围。那假如今天多方特别强势，那么就说明它的多方收盘应该会收在这个价位之上，而如果是空方强势，则今天收盘应该会收盘在它之下。我们以此去判定当前行情是多方强还是空方强。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图表当中，这个图板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而在图表当中它有一些绿灯和红灯，这些颜色的点点它意味着当天行情的强弱。如果是一个绿灯，则说明当天预测的日内高点、日内压力是被收盘突破的；而如果是红灯，则预示着当天的股价收盘跌破了日内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那么空方是强势的。而在股价下跌时，阿哲曾经有告诉大家，你要去关注上涨行情当中回调时首次出现的绿灯按钮。那么这个高点后的下跌，这里产生了绿灯，是不是这里开始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而股价红灯之后持续回落，在这里出现了首个绿灯之后，是不是又是一个反弹行情？包括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上涨中的回调，连续的下跌，连续的红灯后首个绿灯，而后产生上涨反弹行情？那包括目前行情也是一样的。阿哲呢，在最近的行情视频当中，一直让大家去关注股价下跌红灯之后的这种下跌，什么时候会出现绿灯，什么时候我们认为股价的反弹应该多头开始占优，空方那么将有所变弱。而这一天在周三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一天我们认为19158.77将是一个压力，而股价开盘就突破了，并且最后收盘也在这之上，所以它是一个绿灯 K 线。而绿灯 K 线说明是从高点下跌以来首次的多方强势反攻，那么这一天我们认为是多头走强，那么前方的低点将得以去确认。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了，什么时候它会出现红灯？如果股价上涨出现红灯，就要开始小心，因为股价上涨当中的红灯则预示着有可能是调整的开始，它不一定是100%的高点，但是它一旦出现，将意味着有风险的产生。所以目前的上涨刚刚出现绿灯，那它会不会今天立马出现红灯呢？这谁都说不准，我们需要去跟踪，我们需要以此去防守。那今天的一个红灯会怎么去出现？我们今天日内预测的低点是19405.28，如果股价收盘今天在此之下，就说明会有一根红灯 K 线。那么如果今天为红灯，昨天为绿灯，这说明什么？说明昨天的大涨它是反弹，它是诱多，就要小心。所以今天最为多方弱势的行情，就是指数收盘在19405.28之下，则会预示着昨天的这个上涨它只是诱多，只是反弹，而且很快结束，就要小心风险。当然了，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不会影响阿哲对于前面低点是一个中期底部的一个判断。那么哪怕真出现这种过程，它也就意味着这里可能会有回调，但是阿哲认为这是一个中期低点当中的一个牛回头，我们依旧呢可以去往后找机会。最好的表现就是今天依旧为绿灯，而后依旧保持上涨，这是最强的多头最好的表现。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点位呢，它只能够用在周四的行情当中，大家注意了，如果今天没有跌破，就往后继续看，等到某一天预测的低点被跌破了，那么就要小心红灯就产生了。所以这一天我们先关注今天的这个价位，明天有新的价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明天后天这之后每一天的盘前的一个点位测算呢？阿哲每天都会发布在 Telegram 当中，所以现在阿哲教一下大家，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你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 Telegram 当中的消息提示的，那么阿哲简单告诉大家这个领取的步骤。首先阿哲要提醒一下，第一步您必须得要是已经订阅了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而后第二步我们点击一下下方视频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自己发出来的，在评论当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点击那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不管是昨天内部直播的回放课程，亦或者是每天盘前的这一个行情广播，你都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去领取。
那么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可能咨询的同学会比较多，助教老师呢不知道哪一位是订阅观众，或者说哪一位呢是真正想要盘前解析的同学，所以这里需要有一个口令，您可以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字提醒一下助教老师，您是订阅观众，您想要的是盘前解析，那么后续他会帮您登记名额。同时阿哲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订阅观众不只是盘前解析这一个福利，同时呢还有另外2份阿哲所要赠送的福利。第一部分是粉丝群组知识答疑，第3部分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比如说您今天如果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会让助教老师给大家准备这4节课程的一个回放，这是本周的内部课程。那本周内部课如果您说现在参与，那其实有点晚了，因为基本上已经都结束了。所以如果您是新订阅的同学，您想要学习一下本周的行情观点是怎么得来的，以及一些方法，比如说中期低点如何识别的，那么都可以呢在添加助教的 Telegram 之后，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回放。你也可以把口令回放发送给他进行领取。这里要提醒一句，我们的每一节课程内部直播课都会有老师去分享一些知识点，同时在课后会安排课后的作业。那如果您收听了一次内部直播，并且写了一次内部作业，认真完成的，确实是认真爱学习的同学，那么才会被邀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因为粉丝群组呢人数是有限的，阿哲呢要有所控制，基本上也就一个群组100到200人的一个名额。那如果呢您是一位爱学习的同学，那么在助教老师审核过后就会邀请你加入。那因为人数有限，所以才加了这样一个门槛，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够加入的。您只有听了内部直播课，并且完成一次内部直播的作业，才有机会加入到粉丝群组，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您说阿哲我就想听一个观点，想要您的一条盘前的解析，那么你完全没有必要加入到粉丝群组学习的。在这里呢，阿哲也再次感谢各位新同学老同学的点赞订阅评论和支持。现在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刚才我们的分析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纳指的趋势和空间技术，在下方我们的第2部分第3部分将要讲一下个股的行情解析。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分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中，我们先看到空间的点位分析。在之前这一段行情走势当中，我们是不是说到特斯拉在 406.71 和 382.26 中间徘徊震荡，而它下跌是没有跌破的，一次下跌收盘略微跌破，立马就站回，第2次下跌只是影线刺穿，立马第2天反包阳。那么之前我们也不断的提到，在时间窗口上，这里是一个中期底部的判断，而在空间上，我们以此支撑去做买入计划即可，只要不跌破 382.26， 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同时我们看一下，在支撑方面，它是低点在抬高，而在上方的 406.71 的压力上，它的表现是越发的强势。第1次突破之后呢是回落的，第2次呢是在压力位附近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第2天立马反包。所以以空间价位来说，这一个 406.71 它的突破，这里可以说是有效的。那么股价后续不管是上涨还是回调，在 406.71 这里将会有一个支撑位产生。那么如果它真的再次产生回调，那么这里可能将会给到再一次的牛回头回调买入机会，那将是一次再次的加仓点位。而这是在空间上我们目前所可以看到的一点。在 406.71 如果是有效突破之后，我们认为它的下一目标位是 478.4， 之前就是这么去运行的，而现在我们依旧这么去看，在这个区间内它的一个压力其实应该是不大的。如果真的多方强势在此启动，没有去做一个牛回头的话，它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的去冲击前方的 478.4。 那么接下来阿哲会讲一下资金和动能这2个方面怎么去观察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上方的这个红绿灯它和指数的红绿灯是一样的，让我们可以去判断多方强还是空方强，它的多空强势动能表现。下方是 BBD 短线资金指标，可以让我们去观察短线资金的流动。我们会发现从前面的这个低点开始，资金呢是一路的流进，并且是连续的流进，和前方这里不一样，前方呢流进2天之后，立马在这一天出现了流出，而现在它是持续不断的流进，
有点类似于前方的这个低点之后连续的资金的流进，所以从短线资金来说，当前是比较强势的不断的流进的过程。而后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一个绿柱目前是非常临近这个强弱轴，也就是图表当中的这个蓝色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阿哲放大一下，就是这根蓝色轴，这根蓝色轴临近意味什么？意味着市场即将面临资金方面的变盘，一旦市场出现在强弱轴方面产生的下穿或者说上穿，一般它会意味着资金层面上的价格变盘。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表现，比如说像这一天是股价第一次下穿我们的资金强弱轴，那么这一天开始是不是变盘启动，由下跌转为上涨？而后我们看一下，在本次的一个震荡当中，股价高点资金流出，下穿是谁？是它。那么它是一次股价反弹的高点，同时也是一个底部区域附近，后续股价没有去有效的跌破。那包括后续的上涨，这一天是上穿，上穿如果股价走弱，容易见到高点。那么如果股价把它跌破，就说明这是一个高点的信号，但后续股价呢继续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延续续涨的变盘。我们再看到这一个下穿，下穿的时候是不是股价出现了下跌，而这里开始止跌反弹，它是一个下跌反弹的低点，它是一个低点变盘，所以价格临近强弱轴，它容易有变盘，一般呢是拐点，它偶尔可能会有加速，或者说延续上涨延续下跌。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特斯拉临近这个强弱轴，只要今天的资金再次的维持流进，基本就上穿了强弱轴。那么今天的 K 线则大概率将会是一根变盘 K 线，变盘 K 线高点将会是一个压力，因为它是上涨行情，那么高点将容易是个压力，低点将是个支撑。而这一根 K 线，周四特斯拉这根 K 线，只要低点不破，后续我们认为它依旧是看涨的，短线很容易还是保持强势上涨，依旧呢会往前高的地方去强势突破。而如果今天周四的低点能够被后续跌破，说明这里它将容易还有震荡。当然了，如果前面的406的支撑不有效跌破，那再怎么调整都依旧算是牛回头的范畴。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认为所有的调整问题都不会太大，所以在资金层面上，让我们去关注今天周四的 K 线的表现，一旦上穿就是变盘 K 线。我们在下期视频会告诉大家究竟有没有上穿。如果您是比较着急得知的，也可以呢在今天可以去询问助教老师，盘中或者说收盘之后，您都可以问一下助教老师，助教老师呢也会告诉你这一天有没有上穿。看到价格的动能方面，从前面出现了红灯之后持续的下跌，中间呢有一个骗线动作，出现了绿灯，但是后续出现了跌破，红灯依旧下跌，所以中间这里呢是有一个骗线动作。而到了连续的红灯之后，这个绿灯开始，是不是股价如期见到了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这里有一个绿灯，而后调整过程当中没有跌破绿灯低点，在这里呢又出现一个绿灯，而现在又有一个绿灯。从前面的高点下跌以来，你会发现是不是刚开始是红灯是很频繁的，红灯很多，绿灯很少见，但从这里开始，绿灯开始变多了，并且出现的频率在缩短，它的时间在缩短，是不是越来越快？这一个绿灯出现之后隔了1周才出现绿灯，而现在呢，隔了1天又出现绿灯，两个绿灯中间夹着一根阴线，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所以目前从多方动能来说，也是慢慢的多方动能远强于空方动能。这里阿哲给大家一个点位，这个点位是今天周四的点位，今天的周四只要不跌破 416.94， 那么则意味着市场不会出现红灯 K 线。在上涨当中，只要不出现红灯 K 线，一切的调整我们认为都是牛回头。所以股价今天周四收盘不跌破 416.94， 那么就依旧维持看涨，它不是一个红灯的危险信号。以上是特斯拉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解析。我们接下来看到英伟达，英伟达在下跌打到阿哲所给到的 131.5 之后低开高走，那么最近呢出现了反弹，当前最新的阳线收盘价是站在了 135.1 之上。那么也就是说，最近的下跌基本上都是黄金坑，都不是有效的跌破这两个价格的支撑，这两个支撑目前依旧有效。而我们看一下星值3的数法，左侧这个高点为0，股价下跌跌破，这里为1，这里为2，而这里为3。
那么3后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买点，因为没有反包阳，股价的今天收盘没有比昨天的最高价高，所以这里呢按星值上来看是没有买点的。不过我们也说过，这一天是假阳线，股价在某些支撑位上如果出现假阳线，只要高点突破，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有反弹行情出现。所以这里呢星值3的低点确认还没有出现，还没有买点，但是假阳线的高点已经是被突破了，而且大概率为有效突破。所以这里的股价下跌到此开始，我们认为可以看一波反弹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一波反弹的压力，我们首先怎么去看呢？可以看左侧的这一个区间，因为左侧走了一个结构性的上涨回调而后创新高。那么本次的下跌力度太强了，直接把左侧的这个结构的支撑全都跌破了，哪怕不是一个有效跌破，但是它也重新又回到了这一个筹码区域当中。所以从这里上涨，其实力度上是考虑的比较多的。它如果没有足够强势的多头，这里的反弹空间正常是不大的，它至少不是一个一次性可以去突破左侧这个高点的动能。所以这里将是一个相对正常平缓的反弹，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拐头掉落。所以英伟达和特斯拉，阿哲在上期视频中讲的比较明确，如果让阿哲去选短线的走势标的，那么肯定在2只个股当中选的是特斯拉，而不是英伟达。现在大家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从价格层面上来看，它昨天是绿灯 K 线，绿灯说明多方强势，说明这一天呢可以作为本次下跌以来的一个买点。因为从前面红灯下跌到现在它是首绿，那么首个绿灯是可以去关注的，就类似于前面这里上涨强势而后回调，首个绿灯的位置是可以作为买点的。那么这里同样也算是一个上涨后的回落吧，只是它比较弱一点，它打破了左边的低点，但是目前呢还是属于低点在抬高，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绿灯，那也可以作为买点。它呢下方的资金也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流出。我们看一下哪一天是下穿，这一天它的资金显示出现了一个负数，看到这里它是负的 0.457， 所以这一天下穿了。这一天下穿之后，它的低点有被有效跌破吗？跌破1天，跌破2天，第3天站回来，所以勉强可以算是不有效的跌破。所以这个低点区域呢，我们认为还是有效的，这个变盘低点依旧是有效的。而价格当前是连续的流出资金之后首个流进资金，那么这一天也可以再关注一下，它呢正常高点也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压力。这个地方的高点最好今天能够被收盘突破，如果连今天这个出现了翻绿之后不能够去收盘突破的话，这说明这个力度确实是够弱的。看一下前面这里，它是一个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的一天，好，流进之后高点要被突破，这个高点被突破才意味这个低点是足够的有效。那么高点是不是后面突破跌下来没有完全的跌落而后启动的呀？所以这里跌下来之后，我们知道流进 K 线是这一天高点最好能够越快突破是越好的。如果这个压力都变得很大的话，就说明英伟达本次的资金力度确实是不够的，确实是比较弱的。像前面这里连续流出，这一天流进，好，高点要快速突破，快速突破说明这个反弹还能继续看，还能继续走。以上就是关于第2部分我们的特斯拉、英伟达的一个分析的内容。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3部分。第3部分，阿哲会讲一下一些个股的技术面快报，依旧会通过资金和动能2个维度去分析台积电、苹果、PLTR、谷歌、亚马逊、MSTR、博通等个股的技术面快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台积电。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是台积电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资金的一个表现。我们放大一下。台积电呢，在最近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所以技术面呢有可能会被影响到。但是阿哲呢，还是把技术面上可以看见的给大家去分享。像今天盘后将是它的财报发布，那么通过以往的一个看法，以往每次台积电的一个财报发布之后，上涨的概率是远高于下跌的，这是大家可以去统计的。就是这几年来，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每一次财报发布，基本上后续股价上涨的概率是远多于下跌的一个情况的，并且如果你再叠加一个趋势是上行的，并且财报发布前呢，股价是有所回调的，叠加这2个条件，那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可以说8、9不离10，
财报发布时是处于这种技术层面上的，大概率90%都是上涨的。所以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表现，股价目前是不是处于一个上涨回调当中？而这个回调，股价之前是跌破了左边高点，目前虽然也是跌回了这个区间，但比英伟达要强一点，因为它这个低点是没有去跌破的所以呢，它整体是来到了前方这个中枢的一半的位置，出现了止跌而后上涨，它呢是比英伟达要强那么一些的。而后我们看一下资金层面，前期我们说过，只要出现上穿下穿就容易是变盘点。那么像这里它最近的一个 K 线是不是这一天上穿之后股价的高点是被突破的，说明动能是确实比较强，低点呢是没有被有效跌破的，目前呢又回来了。像这里股价出现了下穿，这一天是下穿 K 线，下穿之后刚好当天就是低点，后续股价没有被收盘跌破了，所以这一天开始股价开始反弹。那么价格走势，目前这一根阳线它的收盘价是突破了它的高点，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一个低点变盘 K 线，它的低点是提前出现，在技术面上这一天是低点。那财报发布低点提前，那么是不是我们认为是有人提前去买进，有人在财报发布前，大部分人是提前压了多头这个方向呢？是还是不是？肯定是的，有人提前买进，不然它不会提前见低点，不会走出上涨。而我们再看一下有关于市场当中的星值3，最高点为0号 K 线，0的低点被打破，所以它为1，1的低点又被打破，所以它为2，2的低点被打破是谁？不是它，因为它是上涨的，我们要的是下跌，这一天是下跌，而后打破2的低点，所以它是星值3。星值3后要有一个反包阳线作为买点，而这一天它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是高的，所以它是反包阳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资金，可以通过价格的动能衰竭，可以判定这一天它是一个买点。所以不管它的一个财报的好坏，至少阿哲从技术面上所分析所看到是这一天它就是技术面的一个买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只标的是苹果，苹果在前期我们讲到一个支撑位是223，这一天的最低价格223开始精准回踩，阿哲也是在这一天开始把苹果加入到行情快报当中。而这一天之后股价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上涨？这个上涨是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它是一个多方强势的表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当市场处于连续性的流出之后，首根流入 K 线是它。好，这一天高点没能突破，低点被跌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反弹。股价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是它出现之后立马高点就被突破，所以苹果在这里开始多头要比在这里时要强很多，这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和发现的。那么从动能 K 线上来说，它是一个绿灯，虽然说之前这里也有绿灯，但是还是有所不同。这一个绿灯它是处于前方假阳线突破后的绿灯，而这一个绿灯它出现在一个大阴线有所压力附近，没能够过阴半，而这一个绿灯它是一个相对有效突破之后的绿灯，所以两者之间有所不同。这个绿灯更加可靠，更加容易成为本次下跌以来苹果的一个波段底部。那么这一天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我们可以把前面假阳的区间作为防守。如果您的一个止损区间可以放大一点，可以把假阳低点作为防守。那如果您的止损区间接受比较小，可以把233作为防守位，跌破233则相对小心。目前3天收盘价都没有跌破，所以这里的233它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我们再往下看，看到 PLTR 在最近也是下跌当中，跟苹果的下跌有得一比。而在这其中呢，它出现了，这是一个绿灯 K 线，这里呢也是个绿灯 K 线。同样的资金流出的时候，这一天是不是绿灯首次也是翻绿？好，这一天高点是不是有压力？我们再往后看，这里是连续流出，这一天是不是流进的？好，这一天也是绿灯 K 线，它的高点最好能够被突破。目前它不是一个有效突破，它是一根阴线。所以 PLTR 和苹果之间谁比较强？目前来看，苹果会比较强一点。而前面这一根绿灯 K 线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买点，但可惜呢，这一天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红灯。我们曾经有说过，
股价上涨回调，绿灯，特别是首绿，我们确实要关注。但如果绿灯之后立马接一根红灯，说明什么？说明昨天的绿灯，昨天的上涨很大概率是诱多信号，以及它容易是反弹高点，所以就要小心了。你说这一天买进有问题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天买进之后，第二天没有突破，而且是红灯，就要小心。而目前呢，这一天是绿灯，当绿灯之后有出现红灯吗？就没有。所以当前的一个绿灯也比之前好一点点，但是没有苹果相对那么好。那么目前这一天可以作为买进 K 线吗？阿哲不是说特别建议，就最好还是能够等一根阳线，最好是在这一根阳线顶上出现一根阳线，收盘我们认为可以作为买点。而现在呢是还没有出现的，所以在底下买进相对有一定的风险，当前还不是很确定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底部区间。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而且这个绿灯呢也是相对强势的收阳突破左边的阴线的高点。我们用新值3来看一下，这一天呢可以为0之后跌破它为1之后又被跌破，是不是也是下跌的？所以它为2，它后续也被一根下跌 K 线所跌破，所以它为3。那么谷歌是不是也是新值3？新值3之后，这一天收盘比昨天的最高价高，所以这个位置它可以作为新值3后的买点。而下方它也是个绿灯 K 线，说明多方强势，股价在这一个红灯之后其实就没有多少红灯了。这里是一个绿灯，这里也是个绿灯啊，绿灯呢在变多，所以多头应该还是占优的。下方的资金在蓝色轴下方，它并没有出现上穿，所以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水下比较弱势的一个资金，价格目前在走强，但资金呢还差一点点。但简单来说啊，这一天呢它可以构成一个买入 K 线，因为它是新值3后的反包阳线，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的低点作为短线的止损。如果您可以再承送更多的止损，你认为这个位置也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波段低点来看待，那么以它为止损也是没有问题的。当前的谷歌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区间内，没有说完全的脱离，希望这一次的多方强势能够连续的持续的走强。看到下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昨天也跟随着市场走强，那么它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前面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它是刚出现翻绿的资金，那你会发现它这里是没有刚开始出现，它是提前很多个股提前一天出现流进。好，这一天如果是流进 K 线，它的高点应该有点压力，但你会发现它立马突破了，而且收阳，并且是绿灯 K 线，所以亚马逊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我们也可以来数一下，这里是0，跌破之后为1，这一天是下跌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天股价是涨还是跌。这一天股价呢略有收涨，所以它就不算了。那么这一天它才是新值2，新值2之后，这一天下跌，最低点216.47，这一天是216.50。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天为0，这一天为1，这一天为2，这一天为3，它是新值3，而新值3后等待反包，这一天是反包，所以这一天是买点，它的低点可以作为短线仓位的止损。如果您可以更接受更大的止损，那么你可以把前面的低点认为是有效低点，只要它不跌破这里，我们依旧是看涨的。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呢，它是连续的2个绿灯，这是比较少见的，哪怕是特斯拉最近也没有连续的2个绿灯，所以 MSTR 包括其他的比特币个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下方这一天是资金的一个下穿，是吧？股价上来上穿，这一天是高点，下穿这一天是低点。好，这一天呢出现上穿，正常来讲，如果多头空头目前依旧均势，那么这一天应该也是高点，但你会发现它不是高点，而且高点被突破，并且是绿灯。好，我们认为目前的多头是走强，而空头是走弱，而它前期经历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调整之后，这里将有机会构成 MSTR 的底部区域。前面是连续的2个绿灯，这里又是连续的2个绿灯。那么阿哲认为 MSTR 的关注度是和特斯拉可以同等去比较的，至少在短线上是可以的，因为它的一个表现甚至呢强过于目前的特斯拉，它是连续的2次的绿灯，并且它有一个有效的反转点突破点。我们之前有说过，比较激进的投资者这一天是首次的买点，
那么假如这一天没有买入，那么什么时候去买入呢？你也可以根据绿灯去买进，那么这2天也都是可以逐渐去买进的。如果能够越快的突破这个高点就更好了，因为这一个高点下方同样是一个上窗 K 线啊，它能够突破的话，意味着这个位置它也是一次加仓点，所以 MSTR 呢，它给到的买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一个位置依旧可以顺势的去加仓，依旧呢是看涨的。接下来我们看到 AVGO 博通的话，在前期整体震荡当中，是不是走过一次连续的3个绿灯？3个绿灯之后，价格开始回落。这一天是红灯，红灯之后呢，有连续的一个惯性下跌。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阿哲在上期视频讲过，这一天是什么买点？它是一个砸盘 K 线的买点，也是昨天的直播课程当中，阿哲有去讲到的这一天的买点是怎么构成的，为什么这一天低开高走可以买进。不过这里你买进之后，目前的股价走势相对不是很强势，但也有所上涨。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根假阳线的低点作为短线防守，这一天呢依旧可以作为买点。目前是一个绿灯，绿灯呢是阴线，是不太建议在阴线买入的，所以可以等一根阳线去买进。底下的资金还是在一个弱势轴之下，目前呢有一个翻绿 K 线是谁？是它的高点还没突破。如果之后可以出现一根阳线收盘突破，可以作为2次的加仓点。第一次买点在这里，第2次可以设置在收阳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之上作为买点。而我们的止损呢，也是还可以放在这个低点附近啊，做一笔相对的反弹。目前还是要看反弹为主，因为它的左侧有一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接近关头阴的一根 K 线，它的底下压力是比较重的，目前只是刚刚过了它的低点之上，所以当前你可以看一个反弹空间是这个阴线的区间啊，但是呢依旧只是看反弹而已，先看反弹。以上就是1月1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本次美股中期底部能够构筑成功，特斯拉能够持续上涨，台积电是否能够暴涨，我们关注它的财报发布后的行情。阿哲认为目前有大多数人都押注台积电后续财报看好，那么究竟是众望所归，还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拭目以待。更多行情观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